你这小鬼，这么厉害的吗？确定楚风破开？夏星辰一双美眸满是欢喜，可那花花却一把将阵法球夺了回去，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，重新来一次。见状，夏星辰赶忙道：“花花，不带这样的哦，这样可有失身份了。作为前辈，要说话算话，前辈无碍，再来多少次都可以。”可楚风却是有恃无恐。很快，花花也是将阵法球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，再度递给楚风，且还以警告的语气说道：“这次我盯着你，前辈看仔细了。”楚风面带微笑，再度以刚才的动作将阵法球抓在双手之间。这一次，楚风故意放缓了速度，再加上花花本来也不是吃素的，所以大家都看得清楚，楚风释放的结界之力不是单纯的结界之力，是阵法。楚风于体内布置好了阵法，破开了这球体，并且是出阶秘典，因此这一次也是顺利破开。你以前破过？花花看着楚风。第二次，楚风道。第一次是什么时候？是谁教的你？花花问。没有人教我。楚风道。不可能，以你的修为，不可能破开此物，是你的阵法弥补了境界差距。到底是何人教你的这个方法？花花质问道。第一次就是刚刚。那前辈你说是何人教我的阵法？楚风道。我才不信。花花一脸不信。前辈，晚辈实话实说，晚辈掌握着一些手段，这个手段可以让前辈弥补境界差距，来应对不同的阵法。虽然战场上难以发挥，但是破解遗迹的话，只要给予足够时间，晚辈也许真的帮得到前辈。楚风说道。好了，花花，不管你相不相信楚风，但楚风破阵是在你眼皮底子做到的，要说话算话。夏星辰劝道。花花虽然质疑楚风，但却也愿意面对现实，于是道：行吧，但是丑话说在前面，我不指望你帮我，你只要别捣乱就行，凡事听我安排。没问题。楚风笑着应下。随后，楚风便与夏星辰以及花花踏上了旅途。为了快速赶路，花花催动着一艘浮空战船。这浮空战船不是很大，但却速度很快，不仅能在正常的世界飞行，在传送隧道内同样也是有着不俗的飞行速度。刚开始，夏星辰可能是替楚风说好话，所以一直与花花聊天，两个人是暗中传音。楚风不知道他们说什么，但是看他们时不时的大笑，便知道他们交谈很是愉快。至于楚风也没闲着，他盘膝坐在甲板上，是在修炼天道秘典上的其他阵法。虽说初阶秘典足够逆天，但毕竟布阵需要时间，如果是正常交锋，面对攻杀阵法往往是来不及的，所以楚风需要掌握天道秘典上的其他阵法。小鬼，修炼呢？忽然轻柔的声音在楚风耳边响起，睁开眼眸，是夏星辰正弯腰将小脸凑到了自己面前，并且很近。虽说夏星辰是前辈，但别说，夏星辰长得真的是挺好看的，无论是脸蛋、身材、气质都是顶级，并且他的性格其实也很讨喜，也难怪苍穹仙宗宗主会对夏星辰动起歪心思，只是闭目养神。前辈有事？楚风问。你这小鬼，没事不能和你聊天吗？夏星辰一屁股坐在了楚风面前，还故意向楚风这边凑了凑，腿都碰到楚风的腿了才停下。小鬼，不好奇我们去的地方是怎样的遗迹吗？夏星辰问。不好奇，反正我是帮忙的。楚风道。楚风此话一出，那个在不远处驾驶着浮空战船的花花轻哼一声，说的好像见惯大场面一样。那是你娘都破不开的地方呢。见状，夏星辰也是立刻点头。你花花前辈说的没错，那里的确是你娘亲都没有破开的地方。准确来说，不只是你娘亲，是七界圣府也无能为力的地方，甚至时代初期的那些强者，包括祖武界宗的那些人，也都没有破开这座遗迹，不然也不可能留到现在了。哦，那他到底有何来头？楚风问。具体来头没人知晓，其实里面有什么也没人知晓，但我们称它为移动宫殿。夏星辰道。移动宫殿。楚风此刻已是彻底来了兴趣。对，因为这座遗迹是一座古老的宫殿，但是它是会移动的，时不时的就会消失，没人知道它下一次会出现在哪里，并且无论是想用阵法束缚，还是在上面留下印记，都没有用处。总之，没人能够限制它的移动。距离上一次消失已经过去蛮多年头了，说来也是运气好，竟然被花花找到了那移动宫殿新的位置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应该感谢我？若不是我，花花可不会带着你同行。夏星辰道。多谢前辈。楚风道谢后又问。我母亲也没能走到遗迹最深处吗？不是没能走到，而是在此之前没有人能够进去，但是我和花花却进去了，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啊！我们是打破记录之人，但因为你，我们立刻折返了回来，所以你能理解花花为何有气于你吧？夏星辰道。楚风点了点头，但心中却有些疑问，之前那么多高手都无法进入的地方，怎么花花与夏星辰就进去了？虽然他俩实力不弱，但在当代也都不是最强那一批的，就别说与时代初期那些强者比了。好了，遗迹的事知道的都告诉你了，小鬼，快说说那些关于你的传闻都是真的吧？到底有没有水分啊？夏星辰忽然一把抓住楚风胳膊，很是好奇地询问起来。前辈都听闻了哪些？楚风询问，而夏星辰也是将他所听闻的事情一一告诉了楚风，楚风也是一一进行了解答。有些的确是被人夸大其词了，但是自己做到的事，楚风也没有否认。你这小鬼简直太强了吧！你这进步速度，还有你这所作所为，简直比你母亲当年还要更胜一筹啊！我第一次见你就知道
你不得了，但没想到你这小鬼逆天到了这种地步。而在楚风这里得到确认之后，夏星辰也是毫不吝啬地夸赞起楚风，甚至也是一方人物的他，此时在楚风面前却像是一个小姑娘，满眼的星光，竟然有些崇拜的感觉。